大家好，我们是大大叔中文。好哇，三个老脸，今天来了一个年轻小鲜肉帅气的来了，小鲜肉等级的啊，细皮嫩肉啊，细皮嫩肉，很年轻。然后这个其实我们都知道民博来自哪个国家了啊。我很想这个让观众来猜，不过也没有互动，你怎么猜？没有互动，对啊。不过我的确我这样看，我看不出来民博是来自法国耶，看不太出来。你怎么知道啊？就是感觉不太像法国人吧？为什么呢？有这种感觉？像中国人吗？那不可能，肯定不像中国人啊，比较像德国啦，或有点东欧，可能因为比较白嘛，有点东欧人的感觉啊。那我法国人倒没咋见过，不是很清楚。好，那我们就不再卖关子了，我们就让小鲜肉民博你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让我们多多认识你。好，我试一下。那大家好，我叫明博，然后我来自法国，然后今年我28岁，然后目前住在台湾台北，在台北工作，然后已经工作了2年了，就是当一个人工智能的工程师。对，我发现你们你们非常喜欢聊到那个就是人工智能这个话题。对，我刚才听见了你们就是最近发布的一个播客，也是关于人工智能这一块。对，对，我看最近很火的是那个人工智能这个新出的这个图片的功能，我现在看网上都被刷屏了，就有吉普力风格的那个嘛，对吧？对，民博做的工作我们也非常有兴趣啊，等一下我们要深入的了解一下。不过在聊这个民博的工作之前呢，我觉得我们每位大叔来问民博一个问题好了。我觉得大家对民博很好奇。好，来Ben叔你先问一个问题。我跟民博最开始认识是因为明博是我的学生然后原来如此。对，那个时候明博还没有搬到台湾对，我还在法国。对，然后一转眼已经2年了是吗？明博也差不多了吧？对，差不多。对，反正我们只上了就是几节课而已。对，你到3、4台湾之后，我们还上过1、2次课，那个时候你还在找房子什么的，然后对，后来就断联了，所以我很好奇你这一段时间你为什么抛弃了我？发生了什么？对，我就想说民博的中文怎么这么好？原来跟Ben叔学过，这个名师出高徒。我自己都忘了宣传一下，谢谢。其实我是几乎自己学的，然后中文已经学了差不多就是3年了，快要到3年了。对，厉害。然后对我还在法国的时候，我都已经开始学中文了。然后就是有时候我会觉得，哎，我可能我的那个词汇量比较贫乏，所以我就会跟笨叔上1节课啊之类的。对。OK， 那这个民博刚刚Ben叔问你说你这个跟Ben叔断联了一阵子哦。对。你这段时间在忙什么？比如说发生了什么在台湾？发生什么？找工作、找房子啊？对，找工作，然后找到工作了之后，也是就是工作挺忙的，人工智能嘛。对，然后你是在当地找的工作还是你？我还在法国的时候已经找到了，对，然后搬到台湾来了。对，当时你不会觉得那么远一下子搬到对，有一点，另外个但是地方我从小到大都是在法国长大的，然后我觉得我要放眼一点。对，对，就是你说放野一点是不是？放野一点，放野一点。OK， 民博，你为什么选择台湾？你可以去大陆或日本可能要说中文的新加坡，你为什么选择了台湾呢？对呀，这个好问题，因为我我在找工作的时候，那个疫情还没解放嘛，然后中国好像就是大陆也就是找工作也还是不太方便。然后我发现在台湾也可以
就是一边找工作一边做我喜欢的领域，也就是人工智能。然后我就抓住了这个机会，然后直接搬到台湾来。对。明博，我想问你，就是你是因为什么契机开始学习中文的呢？对，我还在法国的时候，对，首先我的爷爷是一个中医生嘛，然后对，法国人的中医，法国中医，是，对，然后他好像是他的奶奶是个混血，就是我爷爷的奶奶是个混血，爷爷的奶奶是曾祖母了，是不是？应该是感对，所以明博也有一点点中国血液，对，有一点点，对，然后他对中国文化一直都非常感兴趣，然后他已经来中国来了很多次了，然后对，好像是22年的时候，就是我到他的那个房子，然后我就发现他一直在就是看那个汉字，然后我突然觉得，哎，这个语言确实比较神奇嘛。因为完全不像我们西方国家的这些语言，然后我就要不要开始学起来，然后对，就这么开始，对。然后22年的时候，那也真的就是3年前的时候，3年前，对，3年前，对。那你的中文很好哎，才学了3年而且其实我花了很多时间，特别是发音上的这个方面，对。好，所以因为明博来找我上课的时候，刚学了中文1年吧，然后已经在课上说的非常好了。自学1年就找本书。其实第1年是进步最快的那段时期。然后好像我我的进步有点停滞了。然后我就跟笨叔上了几节课，因为我的目标是怎么突破这个这个瓶颈。对。那发现没什么帮助，发现没什么帮助，还行啊，还可以。发现没什么帮助，只好到台湾，想说创造一个母语者环境。没有，明博也是准备，他应该是要到台湾了，所以先对热身一下上课。就是我觉得我在台湾我很少跟母语者交流，因为我首先我是在一个国际团队里面工作的，然后我们不会说中文，工作日的时候一直在说英文，然后周末比较累，所以我不会出门找其他人跟其他人交流，对，所以我觉得。对，我不是每天都会说中文，除了在家里之外，因为我老婆是一个，她是四川人。对，我们相遇在法国。然后他因为你等等，为什么你老婆四川人也跑到台湾来了呢？就是你们2个是什么机缘呢？因为我们在法国认识的，然后他以前在法国已经待了很多年了。然后我们。很快就结婚了，然后我收到了这个，我发现在台湾有这个很好的工作机会，所以我就把它抓住了，然后他也跟着我来台湾。明白。对，哇，明博在法国遇到了四川姑娘，然后很快就结婚了。后来明博在台湾找到一个工作，就把老婆带来台湾，所以你现在跟老婆住在北投，对不对？那你周末的时候又待在家里，你应该要带着老婆去泡温泉，北投很好玩。我们已经去过了好几次了。对。对。OK， 好。明博的意思，他其实没有就是本地人的一个社交圈，就是这个意思。对，很少，对，很少。对，一般是跟同事这个国际团队的朋友出去是吗？对，是，然后我们基本上不会，虽然在这个团队里面有一些会说中文的同事，但是我们很少用中文聊天，因为不会说中文的人也听不懂，感觉有点尴尬。对，我很好奇，就是像等于说明博和太太都在台湾都属于外来人啊，外地人。对，对。你还是你的太太更容易融
融入这个台湾？你觉得？你说比我吗？谁比较？就你2个比较而言，你和你太太，我觉得平起平坐吧。对，是吗？半斤八两是吧？所以因为你们2个腻在一起是吗？不太对出去。所以明博，你的意思，我想了解的部分是，第一个，我想问你，你在台湾现在已经待多久了？现在差不多2年了。2年了，差不多2年了，那是算蛮长的一段时间哦。对，挺长的。明博，你觉得你已经习惯了台湾的生活吗？我觉得除了气候之外，我觉得其他方面还可以。那气候什么让你很烦，很不习惯？也不是很烦，但是就是有点那个，就是瞬息万变的这种感觉。然后就是夏天特别热，也特别潮湿。因为我是来自就是法国南部，就是普罗旺斯，你们知道吗？阳光很足的地方。对，就是夏天也很热，但是没有台湾那么潮湿。对。我刚到台湾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是夏天，然后我在机场，就是桃园机场，我一出门就快要晕倒了，快要中暑了，对不对？对，湿热很难受，特别难受，湿热，对，一直在流汗，对，我其实想要回到你学习中文的过程啊，因为我们这样听你说中文是讲得很流利的哦。那我想了解一下你，因为你说你一开始学中文是自学1年，后来遇到瓶颈了才找到变书来学习。那找到变书学习也没什么帮助嘛，所以最大的进步是在自学1年的过程中。那你现在我觉得已经中文说的蛮好的，你学习中文有没有什么独特的方法可以推荐大家？对，就是对，虽然我跟邓叔就是上了几节课，但是这个也没有超过，就是好像四五节课，所以我还是就是大多数时候我还是自己学的，自学。然后然后比如说每天我会强迫我自己抽出一段时间，就是去复习一下这些单词啊之类的，就是比如说再怎么说那个，就是复习一下这些闪卡。但是我不太喜欢，也甚至我比较讨厌，就是复习闪卡，因为我觉得这个很无聊，就是你一直在就是看着手机，然后一直在复习，我觉得没意思。我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就是我可能会连续1个多小时，就是1个多小时复习闪卡，然后，但是我觉得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挺有帮助的，但是很快你的那个进步的就会停滞。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可能我的中文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水平，然后我可以就是比较轻松的开始听播客啊，你们的播客，然后我每天就是比如说就是吃饭的时候，就是吃早餐的时候，我就会就是开始听你们的播客啊之类的，或者一些就是看一些电视剧啊之类的，对，了解。对，那你听播客的方法会不会比较不一样？比如说你刚开始听大叔中文的播客，你可能会听不太懂。可能会有这个，几乎都听不懂。那你怎么去克服？还是说你也不管了，我就是听下去？对啊，你就听就听懂了吗？还是你的方法是什么？对，不是，就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比如说当我听一个句子的时候，我会分析一下，然后可能在这个句子里面有一些就是不太明白的词汇，然后我就会就是打开一个词典看一下，就是这个词汇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就会就是重复，就是连续几次重复这个句子，然后也会强调就是那个就是发音，因为我觉得就是发音很重要嘛，不然的话你很容易养成这个就是洋腔洋调的这个就是口音，对 ，OK， 对，然后就是慢慢积累了，就是累积了，就是一定的词汇量。对，对，你这个声调到底是怎么去学习呢？怎么形成这种肌肉记忆？我会觉得，因为整体声调蛮准的，对，挺准的，明博的声调挺准的。我还是会犯错误，但是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比如说就是我会
就是练习这个就是声调的组合，就是比如说就是在一个单词里面就是有不同的组合，就是比如说就是第一个字是第一声，然后第二个字是第三声，然后要练习一下，就是不断的练习一下这个就是这些不同的组合。对，然后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我对这个进步，我觉得有点模糊，因为我觉得，感觉是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对，就是多练习就会熟练嘛。对，对。OK，其实我发现就是在网上现在有很多人都想就是解释，就是怎么学得更快，或者有一些速成的方法，或者就是是不是有一些捷径？但是我有吗？发现就是其实我觉得没有啊，就是我觉得动力是最好的老师，然后你真的需要就是有耐心，有耐心的继续去学，然后对，然后可能还是有一些就是比较有用的，就是小捷径，但是呃，大多数时候就是不是，就是这个东西不是中心。我觉得中心是你的那个对学中文的动力。那你的对。动力是什么？因为当时你说这个闪卡有一点无聊，然后又学到了一定的程度，有这个瓶颈，然后你的动力是想要跟这个太太这个能了解她的文化，能跟她沟通，还是说其他的动力？就是现在确实是这样的，但是以前我的就是第一个动力不是这个，因为我们还没认识嘛。我觉得就是只是兴趣，我对这门语言特别好奇。然后以前我没想过就是去学别的语言，就是虽然我会说英文，但是英文就是更多的是就是为了工作，为了工作，对，不然的话不方便。对，对，所以你怎么保持你的兴趣？因为有的人到了那个点之后，可能就觉得啊，我到这里很难再提高了，然后课本也很无聊，闪卡也无聊。你做了什么让你可以坚持下去，没有在那个点放弃？其实我觉得我还是面对了，就是以前我面对了一些，就是这个就是挫折感，但是可能我没有别人那么多的挫折感。然后可能对以前我记得比较清楚，我会就是比较这怎么说是精疲力竭嘛？可以，精疲力竭。对，然后感觉现在需要休息，然后休息了一段时间，比如说就是1个星期或者2个星期之后，我就觉得哎，现在那个就是正能量又回来了，然后就重新开始。对，然后那个时候我有点也不是害怕，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不去就是继续学的话，这个就是我花的这个心血有点白费了。然后我就会害怕我的那个中文水平落下。对，了解。那这个我很好奇，就是因为你现在在台湾嘛，那你听大叔中文嘛，我们3个人都是不同的口音跟腔调。你觉得在你学习中文的过程中，不同的口音会不会带给你一些学习上的困扰？会呀，很难克服，会不会？就是以前非常明显，然后我还记得特别清楚，就是灿叔，就是可能就是第一年，就是我，因为可能你说的比较快嘛，你说的比较快，对，有可能。但是现在没什么问题了。但是以前就是我一直在就是暂停一下，然后就是所以你觉得是分析一下。优点还是缺点？三个人3个不同的口音，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优点，非常大的优点。因为在中国，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口音，然后如果你只习惯听就是一种口音的话，那你就没办法。就是比如说就是你到另外一个省份的时候，你没办法跟当地人就是沟通啊，或者你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那明博，我想问你啊，你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你太太有没有扮演什么角色？她有帮助你，还是你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因为你太太就是母语者嘛，对啊。对，有啊，但是她从来没当过我的中文老师，因为她也不太想就是花这个心血，我也不太想让她花这个心血，因为我觉得
还是挺费劲的。对。但是我们还是就是每天都会就是说中文。现在我们每天就是只会说中文，也会说法语，因为他也想练习他的法语对。但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中文我大概一句话都不会说，然后我们一直在用英语聊天或者法语聊天，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我的那个动力已经就是达到了巅峰，然后对就是我非常有动力，然后对我每天都会抽出几个小时的时间去疯狂的学习。然后就是跟他疯狂的练习，是不是？自己学吧，自己学习。因为当时我还是没办法跟他就是比较流利的沟通，对，然后我就会自己学，然后就是培训一下就是自己培训一下我的听力，对之类的。然后就是过了一段时间，可能几个月的时间，突然就是可以，就是有一种就是会说的感觉，对。对，虽然以前不是那种就是深入的这些话题，但是还可以就是比较流利的沟通，对，解释一下就是在日常生活里面会发生的一些就是事情。明博好，我想问一下你，就是你在某一天突然觉得自己会说了，你在前面你觉得对你最大的帮助应该是什么？是听力还是什么别的东西？还是你自己有偷偷的在练习口语？我觉得是听力对，听力我真的觉得很重要。但是如果你总是不开口的话，也会就是变成一个瓶颈。对，就是我觉得你需要这2个部分，但是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最重要的还是听力。对输入，听力听得足够多，对不对？对，输入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但是就是你们应该也就是不要忽略那个就是输出，对。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就是那个输入的背景的话，那你根本就是不可能去扩大你的词汇，对，没错。然后你没有什么就是输出能力，就没什么可以说的，就没有那么多词汇和表达方式去说，对。因为明博刚才用了一个词费劲，我觉得这个用的很地道。是呀，明博用了很多词都很地道。对，还好。这个明博，我想帮观众们听众们问一些问题就是说明博认识了一个大陆的姑娘，果然在法国这是帮自己问吧？不，我不是一个八卦的自己问的，我帮那个广大的观众说我们要你代表，就是明博你在法国遇到了你的太太，那个时候还是女朋友，可不可以简单说一下你们那个时候怎么认识的，然后怎么样的过程让你们2个不同国家的人会发现你们喜欢对方，那个过程是怎么样？这个有段故事对，那我喜欢，来，我声音调大一点，这个是因为广大观众喜欢，所以对，我们都是为了观众朋友应观众的需求和要求。好委屈，对，可以，没问题，畅所欲言。观众等于3个人，3个大叔。就是我当时就是我已经开始学中文了，然后可能只有2到3个月。然后我觉得我一直在就是自己练习，我觉得非常的无聊。然后我觉得有没有机会去就是出门去认识就是一些华人，然后跟他们交流，可能就是甚至进行一个就是语言交换之类的，就是共同进步。然后我就到了一个就是中餐厅，然后他当时也是就是这个中餐厅的一个服务员。然后对我就会刻意的用就是中文跟他聊天，但是就是那个时候他啥都不懂，因为我说的非常不流利，我只会说你会说中文吗？然后但是当时就是这句话我说的非常流利，因为已经练习了很长时间。然后这句话练习了，对，然后他一听到就以为就是我是已经达到了，就是我的中文水平已经达到了这种就是高级水平的那种。
然后他突然就是说了很多话，然后我就就是懵的了大脑空白嘛，那时候完全听不懂，没听懂。对，应该是赞然美吧？哎，你会说中文？你学多对长时间？是不是这些？对，有可能，反正我都已经诶，所不以所以记得了。明博那个时候我想到的画面是你的太太就拿着一个服务员嘛，然后这边拿对一个饮料，你就跟他用中文聊天这样子，是这对样吗对， ？OK，然后在然后我旁边还有一个就是我的一个朋友，他觉得特别尴尬，因为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然哦，后就是对有一种就是这个比较尴尬的氛围。那这个对，故事正常发展就是你回你常家，常去然后他那个中在那儿餐厅，就没呃，有联系了呀，因为就是客人和服务员。在离开之嗯前，就是我跟他说，你能不能就是帮我学中文，或者就是给我介绍啊，一些想就是进行就嗯是那个语言嗯交换嘛。嗯然后嗯他跟我说，哦，我也想练习一下我的那个啊，法语，因为我的法语，水平也不是嗯特别流利，然后我嗯想进步一下。然嗯，后对，我跟他说，那就行了，我们就开始进行一个语言交换，就这么愉然后就快的决慢慢他定了。对，然后他很快就变成了我的女朋友。对，嗯等等，这个好好好。需要一点细节，就是你后来是不是跟他交换了微信，还是交换了 Line，对不对？微信，有这个对，微信。微信，，WhatsApp 吧。你跟他交换了微信，然后你们就在微信上联系，对不对？对，还是你常常去那一家中餐厅用餐？都有，这两都有。个方法都有。对，这个明博，我们的刻板印象是法国人很浪漫，浪漫，对你对对。有没有对你那个时候的女朋友做什么浪漫的举动？因为要表白吧，还应是你是一该有一个，个例外，嗯你根本就是个不浪漫的法国人？其实我觉得我也不算就是法国最浪漫的男人，但是也不嗯算就是最不浪漫的男人。对，我觉得我嗯在就是中间。对嗯哼，嗯对，比如说我不是那种就是经常会就是送花啊，就是什么的，嗯但是我会就是就是买单啊这些。对，在餐厅我会哦，买单，嗯对这些嗯就是这些东西。对，买单比但较好。嗯我真的觉得你们对法国的就是这个浪嗯漫真的是一个刻板印象，可能以前的法嗯国就是真的是这样，但是现在嗯我觉得就是变化挺大的。嗯哼，嗯那你那个时候是为什么？你觉得你要跟这个女生定下来要结婚了？那个时候的想法是什么感觉，让你有这个决定？我觉得我们就是嗯怎么说，就是感觉我们就是性格比较互补，然后对嗯我们就是就是当时就是交流的，就是交往的很好，然后没有什嗯，么，虽然还是有一些文化上的一些隔阂，但对，是不是特别大。然后我啊哈，还是比较就是接受那个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些就是俗习。对，对，嗯，然后他也非习俗，常接受那个习俗，对习俗。习俗，嗯然后他也非常接受就是法国文化的一些就是习俗，所以没嗯哼，有什么就是文化上就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嗯哼，对，然然后后就重点你是你要求婚了，对不对？有这个对环节吗？有这个环节啊，对对对。那你怎么去铺陈那一天？怎么去设计那一天？然后你老婆知道吗？就是那天是怎么他虽然这么发生的？兴奋的说，就是对，就是就是就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复杂哦，就是不是特别隆重的那种，啊就是求婚仪式。对对对，啊，就在餐厅里面，然后就是直接跟他说，对嫁给我好对吗？这样对，嫁给我好吗？没有在食对，物里边没有吃，没有这样，没有从嘴巴拿出一个戒指出来这样。没有没有没有。嗯哼，然后你跟他说，你嫁给我好吗？那他那个时候的反应是什么？他当时就是也这样子，不算特预别惊讶，因料到了，为我们真的发现就是我们彼此就是很了解怎么说，彼此了。就相处了很舒服。解彼此。对，很舒服。但是他很开心，对，但是也不是特别惊讶。对啊，嗯，对，因为他可因为能已经也预就是已见了你可能会经就是求婚，预见了，对，嗯预见未来。
对，就是他感觉得出那天你要跟他求婚了，所以他也没有特别惊讶，但是他是很高兴的答应了。对，因为明博你刚才说了你们两个性格是互补的，我倒想问一下，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我觉得很理我是一个什么性性格的人？明博是很对，因为就是理工男嘛，对理工男对，然后可能会浪漫比较我刚才是想说这个理工男词，但是我觉得现在还是不说出来了。对，对，就是也不嗯就是也不算内向，但是比较就是小心翼翼啊，或者对，要就是厚积薄发的人，对厚积薄发的人。对哦而且对，思维很缜密，会对想得很清楚再说出来。他有点是就是相反的，就是比较那种就是冲锋陷阵的那种人，对，就是很比较冲喜欢动的人嘛，冲锋陷对，阵，很冲，可以啊，冲锋陷阵就是嗯什么都冲到最前面这样。很热情啊，这比较符合热情我脑子里四川姑娘的印象。对，对真是的，比较对火辣。对，对，所以明博，你做的最疯狂的事情是什么？因为我你觉得是说对老婆吗？是对不是啊，就是人生中啊，人生中，我觉得明博会是那种比较就是不会有循太疯规蹈矩狂的举一点动的那种。对，所以我很最疯狂的在除了街上搬到台裸湾以外奔啦，还是这个我刚好就想说这个，就是搬到台湾，对搬到搬到台湾是是你最疯狂的一个举对动。，因为但就是我当时我刚才说了，对这个除了搬到台湾以外，除了对对搬到台湾之外可能就是跳伞吧，跳对，跳过伞伞，啊，对，这个我真的想象不到，跳伞。就是你没跳过吗？没有跳过，没跳过，应该我都没跳过吧？这个就是你要有一个教练，然后跟着飞机上去，然后对，跳下来是啊。对，跳下来，对，你当时怎么想？就是说啊，今天我要去跳伞，就是在跳下去之前，就是感觉很就是首很紧张先第一有这个点子啊，就是怎么你突然想到，OK，我要做一个跳伞的计划，疯狂的，对，然后你的身体就是本来就是完全不适应像这样的那个就是环境，然后会有一些就是焦虑啊或者担心，但是就是很快就解散了，了。对，但可是你完全可以不需要去体验这个东西，你怎么就是突然你为什么一开始有个想去点子跳伞？就是对啊，因为是一个礼物，礼礼物，对，果然你的朋友给你的一个礼物，对给你是的一个跳对我朋伞的一友给我个coupon，对不对？然后对，生日礼物，你这个朋友很坏啊，你这个朋友不要教他，不要教这个朋友。不是他和你一起跳吗？还是就让你一个人跳？只有我一个人，你这个朋友太绝了。这个朋友太坏了，太坏了啊！对，你也不可以转送给别人是吗？就是没有人你的要啊名字不可以对，没有换人要，对。但是我觉得，对如果你不，就是你不去，就是体验一下，就是体验一下，就是还是感觉会就是错失一个机会，很可惜哈，对对，但是如果没有人给你这个礼物，你绝对不会自己对我不会想选择到买，对，对，对，明博给我的那个感觉就是很稳重啊。我想问一个能挑起矛盾的话题，啥东西？就是明博，你觉得台湾有哪些事情是比法国要好得多的？我觉得可能就是日常生活比较方便，因为有很多就是便利店啊，就是在法国就是虽然有，但是也不是那种就是24小时就是营业的，对，这个就是特别是在台北就是很方便，对，台北基本上一条街上就2-3家便利商店了。对，有那个就是全家啊，就是全家啦 7-Eleven 啦，很多，对，我跟这边人聊天都有，对我跟这边人聊天就会觉得啊，这个感觉有一点压榨员工，就是要一直在那工作啊，怎么样？所以有的，你怎么看呢？因为可能欧洲人是这种想法，就是他们会就是轮流，对啊，轮班，所以我觉得对，对啊，对，还可以。对，那我问一个问题好了，明博有没有最受不了台湾的地方？你除了天气之外，比如说政治啦，还是什么？是不是你有没有特别受不了、不喜欢的
部分？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没有，就是除了天气之外，因为天气就是真的是蛮特别的。对，嗯， OK，其实台湾生活你是蛮喜欢的，对，对，因为这个有没有什么在法国让你受不了的事情？嗯，可能就是嗯官僚吧。官僚对哦，你说对，官僚，法国的对官僚体系嗯吗？对，官僚 OK，手续非常多。对，比如说你去银行想办一个银行卡啊，就是这些，需要等很久，然后你需要就是提供各种不同的表格，然后填对对写各种对对，的表格，而且会对等很久，对西班牙不对？对，会是不是也是这等很久。样的？西班牙也是这样一。样的，就是啊虽然我之前出国以前，我觉得其实大陆的那个手续也很复杂，但起码我跑一次，基本就解决问题了。可能一次花一点时间，但是能解决。但这边的话，我可能要预约很多次才能把那个问题解决了。对，确实有一点那个官僚繁琐。这点就是在台预约什么湾的，要预约常常好几个星期以后。哦，这点在台湾，我觉得就应该好很多了。我觉得台湾这种手续什么都很快，我觉得啦，我不晓得对，明博怎么觉得，但我觉得很快。这个可能人口多吧，需要有高效一点的那个处理方式。这面好像感觉是，我不知道，不清楚啊，觉得是可能是不是因为人少啊，所以比较官僚啊。对，我觉得可能在台湾要好一点，但是就是比如说你去银行，就是转个账啊，或者就是去办就是一张卡之类的，也还会有一定的就是官僚量，但是可能没有法国就是那么复杂，然后你也不会需要等那么久。对对对对，对，好，那我们今天要谢谢明博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非常荣幸参加你们的节目。然后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喜欢大叔中文的学生们，如果你们跟明博一样有非常有趣的生活经历，欢迎你来上我们的节目，自己报名啊，来分享啊，八卦一下你们的人生啊，把你的人生给展开啊！对，我们大叔啊，一点都不八卦，谁都不放过。对对对，我们就为了大家一点都不问八卦一点为大家问这些八卦是我们的荣幸跟义务啊。好，那谢谢明博喽，我们下一期再见喽。下一次再见，好谢谢你们大家拜再见咯拜拜拜拜拜。